来了，总算到我们黄猴的专题时间了。最近有不少朋友私信我，小豹啊，什么时候也说说平价点的龟种啊？你老是黄猿的，我们新手听不懂啊，也没这个预算，能不能讲讲入门级的龟类啊？这话也对哦，养龟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预算，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享受养龟的乐趣才是明智的嘛。言归正传，黄猴这个龟的内容啊，小豹以前是做过的。不过了解小豹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啊，小豹的求生欲望强烈啊，所以和黄猿龟一样，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，含泪删除了所有相关视频。这个龟到底怎么样呢？总结下来就3个词：好看、好养、便宜。接下来就让小豹来围绕黄猴的这3个方面，跟大家谈谈这个附录龟中的传奇龟种——黄猴饮水龟吧。最便宜的附录龟，相信大家在接触一种观赏龟之前第一要考虑的还是价格吧。你东西再好，我买不起，那也是白搭。不过在价格方面黄猴绝对能让你感受到豆浆油条般的亲切感。小豹查了一下，拼夕夕上领个券2.8块就能买到一只黄猴。什么玩意儿啊，2.8块？没看错吧？没有，这个国家2级保护动物的人工种群就是这么便宜。拜谁所赐啊？是我们的保护政策牛逼吗？保护的烂大街？还是说人工繁育技术逆天？都不是，是商家唯利是图的野心导致了市场崩盘嘛。当然啊，小豹举的这个价格案例啊，仅仅只是个例。一般黄猴幼苗的价格便宜到几块钱，高到几十块的都有。不过总的来说啊，还是不贵的。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在小豹还在念书的时候啊，一只普普通通的黄猴苗子售价高达400到500元一只。那个时候啊，黄猴真的不比黄猿便宜。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它们本身就是个便宜货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它们也有过辉煌的过去，每一只你购买到的黄猴都是一种超值的体验，它们带给你的乐趣远远不是那点钱可以衡量的。所以各位一定要秉持着感恩之心啊，感恩生在了一个好时代，能用如此低廉的成本体验到这种龟类的饲养乐趣。如果大家看到这里还没有跳出视频，说明小豹的视频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，请一键3连略表诚意，你们的支持是小豹做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国产水龟中的颜值担当。说完了价格，我们来聊聊黄猴的观赏性啊。说到黄猴的外表，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它们的产地特性了。黄猴主要产于中国、越南和日本，我们将产于广西和越南的黄猴称为南石，产于福建、台湾以及长江流域的称为北猴。而圈内又将北猴分为大青与小青，其中小青又是最具观赏价值的颜值担当，特别是它们那有趣搞笑的微笑脸，非常的喜感。南石的主要特征是背甲棕黑色，体型宽而圆，有一条黑色棘棱从颈盾一直直通到臀盾，背甲颜色偏深，头部深咖啡色，略微偏大，呈三角状，两颊纹路颜色深，与整个头部色彩差异大。而北猴的大青色彩就没有那么深了，背甲的棘棱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黑色的棘棱线。相对来说小青的特征就比较好区分了，背甲棕黄色或者淡黄色，棘棱黄色与背甲颜色统一，头部青绿色或者黄色，两颊的纹路与整个头部颜色反差不明显，整体色彩是黄色的。当然以上只是普通个体的特征，黄猴在宠物市场那么多年，势必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。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杂交个体，和黄猿龟一样，也是品相决定身价的宠物。比如小青的爱好者会把腹甲没有黑斑的黄猴称为象牙猴，壳黄、头黄、爪黄的称为三黄小青，泥塘里饲养出壳色发红的称为铁锈黄猴等，售价也从普通的20-30块飙升到几百甚至上千。因为小豹也没有买过价格很高的黄猴这里就不做什么评论了。不过还是奉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，量力而行吧。草龟吃啥我吃啥。黄猴跟草龟、花龟的习性相似，毕竟都是泥水龟属的成员，所以饲养方式都大同小异。状态好的黄猴十分好动，互动性强，十分适合新手饲养，并且黄猴属于那种越养越好看的龟种。野外的黄猴栖息于丘陵地带、半山区的山间盆地和河流谷地的水域中，有时也常到灌木丛中、稻田中活动，杂食性，取食范围广，如鱼虾、蚯蚓、昆虫、蜗牛、五谷杂粮和水果蔬菜都可以食用。喜欢在水中觅食，
最佳生长温度为22到32度，温度低于22度后，活动和摄食量会减少，低于15度时停止摄食，逐渐进入冬眠状态。在家庭饲养环境下，最好采用浅色容器，因为黄喉泥水龟体色在生长过程中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浅色环境能促进发色。黄喉是需要日晒的龟类，所以在环境中可以添置晒台。一般市面上的龟粮都可以喂食，经济的上寸金，有钱的上高句丽。偶尔添加些小虾干，既能补充钙质，也有助于发色。和草龟一样，虽说是水龟但是不建议把幼苗养在深水里，潜水过背即可。总之黄喉真的是初级养龟爱好者的福音它们体态优美，互动积极，不吵闹，耐低温，还很便宜。空闲之余给黄喉喂食，换换水，看看它们叠罗汉，是不是别有一番趣味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也喜欢黄喉的话，欢迎一起交流我是小豹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